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通口惠子女士和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如何优雅老去，轻松跨越90岁障碍的秘诀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讲述高龄女性常见的现象；第二，拥有这些习惯的女性，无论多大年龄都能保持年轻活力，享受最美好的人生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讲述高龄女性常见的现象。我们来看超过90岁的女性会发生什么。第一个要介绍的内容是高龄女性的抑郁衰退，会成为全身各处衰老的隐信，包括腿脚和大脑等。大家觉得，人类最先开始衰老的部位是哪里呢？有人说40岁左右就开始老花眼，也有人说30岁以后皮肤出现皱纹和松弛。此外，腿脚的僵硬、记忆力下降等，也都是衰老的象征。然而，本书的作者指出，其实我们人类最先衰退的其实是抑郁。很多人即使年纪大了，也会努力锻炼身体，保持肌力，提升认知能力，以防止衰老。但在这些之前，首先下降的就是抑郁。抑郁下降后，会出现以下情况：走路感到疲惫，思考变得懒散，与人交往觉得麻烦，做事也提不起劲，这会导致衰老加速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能保持和培养抑郁，就能持续走路、动脑、工作，从而延缓衰老。因此，即使觉得某些事情麻烦，也不应轻易从家务、工作或兴趣中退缩。想要健康长寿，就不要轻易放弃这些日常活动。当然说是这样，但麻烦的事情仍然很麻烦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有些人会感觉不是心不想做，而是整个身体的细胞都懒惰了。即便如此，也要尽量逼迫自己动起来，否则抑郁过低可能导致抑郁。很多老年人会抱怨年纪大了，什么都不想做。这种现象其实与抑郁低下密切相关。我们的抑郁与大脑前额叶的功能紧密相关。即使没有抑郁症，高龄者前额叶功能下降，也会导致抑郁减退，日常乐趣消失，从而难以在生活中找到快乐。前额叶虽然成熟较晚，但衰退却很快。医学影像显示，从40岁左右开始，前额叶就会出现萎缩。如果不加以注意，萎缩会逐渐加重，这是自然老化现象，而非疾病。很多人记忆力下降时，会担心大脑老化，但实际上抑郁下降早于记忆力下降，是前额叶老化的直接结果。也就是说，顺序上是先抑郁本身下降，然后才出现记忆力下降。也就是说，并不是记忆力先退化，而是因为没有学习的抑郁，所以才记不住东西。此外，前额叶的功能不仅与抑郁相关，还涉及思考、想象力、理性等高级认知活动。它负责的不是像生气或哭泣等原始情绪，而是更高级的好奇心、共情等微妙情绪。当前额叶功能衰退时，不仅抑郁下降，情绪控制能力也会减弱，应对意外情况的灵活性也会降低。于是，人们容易跟不上时代变化，对新技术和社会变化感到不适应，产生被落下的感觉。抑郁下降还会导致走路感到疲惫，外出觉得麻烦，长时间宅在家里，结果腿脚肌力会逐渐衰退。起初只是因为懒得走路不走，但不使用双腿，身体会逐渐失去行走能力。医学上称之为费用症候群。外出减少，自然与他人见面或交谈的机会也会大大减少。与人交谈需要动脑，并且为了愉快的交流，还需要对各种话题感兴趣，组织对话。这本身就是预防大脑老化的有效方式。然而，如果抑郁下降，外出和社交机会减少，就容易进入退缩状态，需要特别注意。事实上，即使高龄仍然生机勃勃的人，并不是因为特别注意健康以防生病，而是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生活到不知不觉就超过90岁的人，
这类人更容易在高龄时依然保持活力。这样的人，在生命终点时不会后悔，要是当初做了这个就好了，而是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意，从容离开这个世界。然而，观察当前的高龄人群，这样的人非常少，很多人身体还很健康，但认为年纪大了，便早早从生活中退场。可惜的是，正值长寿时代，却不享受人生，这真是很遗憾。第二点要介绍的是超过90岁的女性，情绪控制能力下降，容易愤怒失控。书中指出，前额叶衰退时，人们容易陷入固定行为模式，只去常去的店铺，总走同样的路线回家，只读某个作者的书，也就是单一模式的生活行为。这种行为确实减少了意外和麻烦，也不需要动脑，但会加速前额叶功能的下降。另外，年纪大后变得固执，也是因为无法适应新方式而产生的防御反应。高龄者容易发脾气，也与前额叶功能下降密切相关。原本能抑制的愤怒会变得难以控制。女性在绝经后，由于激素失衡，尤其容易出现情绪控制困难。近年来，高龄者也被呼吁进行肌肉锻炼，以防肌肉衰退。肌肉可以通过训练得到保护，但抑郁下降的人该如何做呢？实际上，本书作者指出，一旦前额叶萎缩，是无法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。但通过刺激前额叶，可以改善其功能。也就是说，恢复抑郁、控制情绪并非不可能。大家提到脑力训练时，可能会想到计算题或解谜，但实际上，这类活动主要锻炼的是顶叶，而非前额叶。另外，通过阅读难懂的书籍来锻炼大脑，实际上锻炼的是颞叶，也就是处理语言信息的部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类智力劳动与前额叶的关系并不大。那么，如何锻炼前额叶呢？本书介绍了3种方法，从多角度思考事情，不盲目相信报纸、电视、杂志的观点，而是意识到也有其他看法，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。通过思考也许有道理或这里不对，可以拓展思维的广度。真正的智慧在于通过自身经验和方法吸收知识，并不断发展它。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不仅是输入型学习吸收知识，还要进行输出型学习，把自己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。例如，读书是输入型学习，但不要仅停留在阅读，要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读书内容和思考，这需要动脑。如果与持不同意见的人交流，更能激发前额叶功能。通过讨论和辩论，前额叶会被不断锻炼，挑战日常不同的事情。总是做相同的事情很轻松，但无法锻炼前额叶。可以尝试进入陌生的店铺，走陌生的路等新体验。新鲜刺激会让前额叶活跃起来，因此建议尝试各种不同的事情。接下来第3点要介绍的是超过90岁的女性。如果过于关注搬家或房屋改建，容易出现老年性问题。如前所述，抑郁下降与疾病无关，而是正常老化的一种表现。但在抱怨抑郁下降的高龄者中，需要注意可能混入了老年性抑郁或认知症患者。尤其是老年性抑郁，是本书作者、精神科医生最不希望发生的病症。其特点是，抑郁下降，对任何事物失去兴趣，自责活着也没意义，甚至产生想死的念头。这种病非常痛苦，患者往往长期宅在家中，整天看电视，导致身体功能和认知功能迅速下降。有的人会发病，也有人因肌力下降而行动受限。抑郁症与被称为幸福激素的神经递质血清素不足有关。高龄者血清素水平下降，因此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抑郁。美国研究显示，65岁以上的高龄人群中约有15%可能出现这种状况。高龄者的老年性抑郁往往有明确诱因：房屋改建或搬家、经济压力、配偶或宠物的离世、自身疾病。日本女性寿命长，配偶去世常常成为触发抑郁的因素。
此外，即使精神状态良好，如果减少外出导致血清素下降或营养不均衡，也可能出现抑郁，这被称为身体性抑郁。因此，如果高龄者出现持续的不安情绪或身体疼痛等症状，及时向精神科医生咨询非常重要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仅凭抑郁症状忽视认知症。老年性抑郁与认知症在健忘、洗澡减少等表现上有相似之处，但差别在于，抑郁症通常有明确的起因，认知症则是逐渐出现症状，起始时间不明确。由此可见，除了依靠医生，还需要自己判断是认知症还是抑郁症，这非常重要。那么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拥有这些习惯的女性，无论多大年龄都能保持年轻活力，享受最美好的人生。在第二部分中，我们会介绍一些能够让女性即使到了90岁仍然元气满满的习惯，希望大家至少能挑选一个喜欢的习惯，融入自己的生活中。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习惯是超过90岁仍保持年轻活力的女性习惯是大量食用红肉，这能成为幸福感和抑郁的能量来源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很多人会对不断变化的自己感到难以接受，他们可能不喜欢自己的声音，或为如何保持年轻而烦恼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去年还能轻松做到的事情，今年可能变得困难。过去积累的年轻、健康和能力逐渐流失。然而，许多人无法接受老去，对自己衰老感到焦躁，甚至产生自卑心理或责备自己一无是处。这种自我肯定感下降，可能是因为血清素不足。血清素是前面提到的幸福激素，不足时容易导致抑郁。血清素能增强幸福感，而且可以通过食物摄取。因此，高龄者为了获取血清素，建议多吃肉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很多人会减少肉类摄入，偏向蔬菜饮食，但其实越老越应该积极吃肉。红肉富含蛋白质，尤其含有必需氨基酸色氨酸，进入体内后会转化为血清素。虽然一般认为鱼更健康，但本书作者认为肉更好，因为动物肉中含有丰富的胆固醇。提到胆固醇，大家通常会担心动脉硬化，但胆固醇不足会导致男性荷尔蒙下降，这是非常不利的。男性荷尔蒙不仅对男性重要，对50岁以上绝经后的女性也非常重要。女性荷尔蒙下降后，身体会趋向男性化，因此男性荷尔蒙对健康和抑郁同样不可或缺。50岁以上女性能够活跃享受旅行、登山、运动等活动，也与男性荷尔蒙有关。而胆固醇正是生成男性荷尔蒙的原料。无论男女，胆固醇不足会导致男性荷尔蒙下降，从而影响抑郁和肌肉。因此，建议高龄女性大量食用红肉，以获取生成血清素和男性荷尔蒙所需的营养。第二个习惯是不必过于坚持自己做饭，适度利用外食。为了健康，自炊确实很重要，但每天独自烹饪非常辛苦。烹饪过程中需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，对大脑是一种很好的刺激。自炊被认为对预防认知症的发作和进展非常有效。此外，自炊还需要计划能力和判断力，比如决定做什么菜、什么时候做以及做多少量。因此，自炊实际上是最好的脑力训练之一。所以，在能够轻松自炊的时候，最好坚持下去。然而，如果因为体力或认知功能的衰退而每天做饭变得困难，就没有必要过于坚持自己做饭。尤其是独居的高龄者，容易陷入单一饮食模式，购买各种食材也并非易事。比如买了一颗卷心菜，但可能需要1周才能吃完，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。健康饮食的基本原则是杂食，也就是说要多样化的轮换食用各种食物，只吃某种健康食品反而会导致营养不均衡，加速衰老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营养吸收率下降，矿物质容易不足，例如锌或铁不足会导致味觉障碍，吃不出美味，进而食欲下降。
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，本书作者建议，与其勉强自吹而损害健康，不如更多的利用市售便当或餐馆。现在有许多既美味又健康的外食选择，走到餐馆本身也是一种运动。此外，尝试从未吃过的异国料理，或初次挑战某家餐厅，也能成为挑战新事物的契机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可以锻炼前额叶功能，保持抑郁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习惯是放下对认知症的恐惧。到2025年，日本认知症患者预计将达到700万，65岁以上的人中约每5人就有1人患有认知症。如何面对对认知症的恐惧，是老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很多人害怕认知症，是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得病，什么都不懂了，人生就结束了。但本书作者指出，即使得了认知症，也不会立即完全失去认知能力，人生也不会立即终结。日本60%的认知症为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，其发病原因是脑神经细胞中积累了类似垃圾的物质，这种垃圾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。这些物质需要10到20年的长期积累，才会导致脑细胞损伤并发病。认知症不会突然让生活立即改变，出现无法认名字、无法识别人脸而无法交流的情况，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出现。由于认知症发展缓慢，作者建议，与其将认知症视为疾病，不如将其视作老化的一部分。最好的预防方法不是依赖药物，而是继续做自己能做的事情。喜欢做饭的人继续做饭，喜欢园艺的人继续园艺。享受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药。长期积累的技能，即使患了认知症，也往往不会完全遗忘。例如，经验丰富的工厂工匠或长期务农的人，即使记不清日期，也能继续发挥其熟练技艺。因此，即使患了认知症，只要珍惜眼前拥有的能力和资源，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习惯是不害怕孤独，反而享受高质量的独处时光。最近，孤独死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了吧？无论是一直单身的人，还是曾经结过婚的人，总有一天都可能会独自一人。尤其是女性，到了85岁以后，有30%的人变成一个人生活。80岁之后独自生活，确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。然而，不管愿不愿意，很多人，特别是平均寿命更长的女性，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。那么，面对将来一个人生活的日子，该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呢？很多人一听到独居老人就会想到孤立，但其实独处也有很多好处。本书作者指出，实际上独居老人的健康长寿的可能性，比与家人同住的老人更高。因为一个人生活时，买东西、准备饭菜、洗衣服等各种事情都必须自己来做。独居的人经常自己处理这些事情，因此比那些与家人同住、什么都有人代劳的人，患认知症的风险更低。当然，独居也有人担心，比如如果摔倒了，谁来帮我？但是，独居老人平时更习惯活动身体，所以不容易患骨质疏松，摔倒骨折的风险也更低。也就是说，独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衰老。另外，当伴侣去世，自己一个人留下时，大多数人会被孤独感和失落感折磨。对此，必须要有心理准备。一方面感到寂寞，但另一方面也要想，接下来可以一个人轻松自在的生活了，学会享受一个人生活的自由，这才是关键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孤独和失落感会逐渐淡化，一个人生活也会慢慢习惯。等到了那时候，就可以真正去享受独处了。孤独这种东西很奇怪，即使一直与家人住在一起，也不一定就不会感到孤独。人类若是强行维持不必要的人际关系，反而会更空虚。到了高龄，摆脱那些人际关系的束缚，享受独处的自由，反而更健康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5个习惯是通过晨间散步预防身心老化的方法。
为了在年老时依然健康有活力，白天的散步非常推荐。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的幸福荷尔蒙血清素，是在强光照射下在体内合成的。沐浴阳光让心情变好，正是血清素的作用。早上只要有意识的散步30分钟，不仅能锻炼下半身，还能锻炼上半身肌肉。挥动手臂的节律性运动还能激活大脑。通过白天的散步生成的血清素，到了夜晚会转化为褪黑素，促进睡眠。褪黑素增加后，可以自然进入睡眠。睡眠是大脑排除废物的重要时间。如果睡眠不足，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的致病垃圾的积累就会加快。高龄后，很多人容易出现入睡困难或夜间起夜等问题，但白天多晒太阳是度运动带来的疲劳感，反而能成为自然的助眠剂。心态健康时，就会自然产生想做点有趣的事情的意愿。相反，如果给自己定下一堆为了预防认知症必须做某事的规则，容易产生义务感，反而感到压抑。只要自然的去做让自己心动、觉得快乐的事情，就能防止抑郁降低和心灵老化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6个习惯是通过明确表达意愿，避免不想要的延命措施。近年来，很多人为了实现自己想要的死亡方式，开始写人生终结笔记或遗嘱等。所谓的临终准备很流行，但本书作者认为，与其花时间在终活上，不如把时间花在享受当下的生活上。不过，至少关于最后的医疗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，也就是预立医疗决定。最好在身体健康时就考虑清楚自己想以什么样的方式离世，并提前告诉家人或朋友，比如是否使用降血压或降血糖的药物，是否在得癌症时接受治疗等。通过自主选择，可以让未来的死亡更为心安理得。近年来，有许多老人因为没有提前表达预立医疗决定，被实施了自己不愿意的心肺复苏或延命措施。本来本人希望能安静离去，却因为家人或护理人员叫了救护车，最终被强行心脏按压或插上人工呼吸机而延续生命。其实，他们本可以平静自然的离世，但被医学手段强行救活后，不仅肋骨被压断，还要被插管维持生命。多数情况下，人在几乎没有意识的状态下被机器强行维持生命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如果不希望这样，就必须在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提前明确表达对最后医疗的态度，因为这样的事情往往来得非常突然。昨天还健康的人，今天就可能突然倒下，尤其60岁以后并不罕见。所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尽早做出意思表示才是关键。无论年龄多大，挑战新事物的心和发现小小喜悦的能力都不会消失。重要的不是追求完美，而是按照属于自己的节奏去享受生活，温柔地调理身心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